救援人员潜入2万英尺的深海，竟然在这里发现一个没有水的溶洞，里面到处都是吃人的怪物，巨型苍蝇、巨型海蛇等等等等。然而比怪物更可怕的却是杀人不见血的致命病毒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童年阴影的科幻恐怖电影《惊爆无底洞》。威克是一名潜艇设计师，这天一大早还没睡醒就被军方紧急召见。原来由他亲自设计的赛忍1号潜艇，前段时间在执行深海探测任务时发生意外，至今仍处于失联状态。事故初步调查报告显示，是潜艇的核动力系统出现故障。威克一听连连摇头，只因为他的设计中根本没有核动力引擎。谁成想军方的律师当场就把黑锅扣在了他的头上，说潜艇上8人的阵亡都是威克这个设计师的责任。他不想听军方忽悠，更不想不清不楚的下海救人，于是拿起衣转身要走。可当他得知最好的朋友也在出事的潜艇上后，威克还是改变了主意，同意加入救援队。搜救船是和赛忍1号同型号的赛忍2号潜艇，等威克赶到时，其他队员已经全部到位。由于官方的宣传都在说是威克的设计缺陷才导致赛忍1号陷入危机，所以大家都不怎么待见他。再加上赛忍2号同样出自威克之手，大家心中难免有些不安。中尉妮娜是生物学家，同样也是威克的前妻，两人见面气氛多少有点尴尬。威克本想着趁这个机会跟妮娜开诚布公的谈一谈，可妮娜根本没给他这个机会，当场表示不想再跟威克有任何交集。这边话还没说完，机修师忽然推门询问要不要检查一下潜艇的论机组。为了潜艇的安全，威克只好咽下到嘴边的话，前往了论机组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潜艇船长是个急性子，这边还没完成检查，他就已经下令下潜。赛忍2号快速朝着深海进发，抵达海底2万英尺时，前方出现一处巨大的冰层。在船长的指挥下，潜艇小心翼翼穿越冰层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声呐出现故障，导致船头右舷不小心撞上冰层，好在短暂的震荡后，潜艇恢复了正常运行。尽管威克什么也没做，大家还是把锅甩到他的头上。威克百口莫辩，只能拿出证据。电脑中红色的部分说明这些重要项目已经被人改过，和威克一开始的设计大相径庭。可是不管威克如何据理力争，船长始终不相信，指责他不敢面对现实，推卸责任。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作为惩罚，威克被船长从核心控制室调到了轮机房，他的工作也将由眼镜哥来代替。没过多久，眼镜哥兴奋地告诉大家，他刚接收到了赛忍1号黑匣子发出的信号，只要找到黑匣子，就能知道赛忍1号出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随着赛忍2号不断下潜，他们离黑盒子的距离也越来越近。打开探照灯，眼前一幕让他们格外惊讶，海底27000英里的位置居然生长着茂密的海草。海草的生长离不开光合作用，幽暗的海底没有阳光，没有养分，理论上植物是没办法自己生长出来的。面对重大发现，妮娜第一时间向船长申请取样，想带一些海草回去研究。就在这时，眼镜哥又有了新进展，他探测到一些金属物质，很可能是赛忍1号的残骸。船长迅速派出一名潜水员下去，他用小刀割断一截海草，让妮娜进行样本研究。就在潜水员游向金属物体时，一具突然出现的浮尸吓了他一大跳。缓过神后，潜水员来到金属附近，小心翼翼地开始拍照。他哪里知道死神即将降临。潜水员被一个长着触角的不明生物袭击，通过设备，船上的人听到潜水员声嘶力竭的叫声。没等大家搞清楚情况，潜水员已经领了盒饭。透过红外线，他们只看到一个庞然大物正在靠近赛忍2号，具体什么样子根本看不清楚。船长紧急下令将潜艇上升3000英里，同时打开船外摄像机，密切关注周围环境。可没想到，神秘的庞然大物比想象中还要厉害，它竟爬上潜艇，眨眨眼的功夫就把赛忍2号包得严丝合缝。怪物将潜艇不断往下拉，巨大的拉力让潜艇不断震荡，多处设施出现了损坏，船员们更是被晃得东倒西歪，更有甚者被迸射的电火花击中了面部，当场重伤，失去了意识。危急关头，威克一边拿出灭火器熄灭了引擎室的明火，一边指挥大家将所有电力集中到主引擎上，试图用强烈的电击击退怪物。
果然这招起了作用，潜艇秒变烫手山芋，这让怪物不得不放弃。然而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，由于系统受损，潜艇正在快速下沉。好在威克是专业的，他回到控制室，无比镇静地开始操作。最终潜艇平稳地停到一处凸起的石壁上。转危为安后，不仅船长对威克刮目相看，让他重新返回控制室，其他人也放下了成见。不过刚才的意外还是让潜艇有所损伤，重要的是他们还和总部彻底失去联系。安全起见，队员们提议尽快返航，可是执拗的船长坚持要把任务完成。没办法，检修完潜艇后，他们继续朝着信号源的位置行进。穿过一段隧道，他们发现了一个海底溶洞，里面没有水，像是另外一个海底世界，看起来十分幽深。看来接收到的信号就是从洞里面发出来的。尴尬的是，眼镜哥这时候告诉大家，是他不小心搞错了，信号并不是黑匣子发出的，而是一段 SOS 求救信号。不想放过任何查找真相的机会，船长派威克带着几名队员乘坐皮划艇前往溶洞调查。这里的水温很高，空气中也充满了毒素。有惊无险上岸后，大家发现旁边竟然堆放着一些有毒的化学物品。走进溶洞，里面还有人工开凿的痕迹，墙壁上似乎有很多洞口。路过的队员们不以为意，殊不知像苍蝇一样的怪物静悄悄地探出脑袋。不是每个人都是幸运的，这个队员因为好奇多看了一眼，结果被怪物狠狠亲了一口，中毒倒地后浑身抽搐。就在大家准备带伤员返回潜艇时，让密集恐惧症原地去世的一幕出现了。墙壁上的每一个洞口里几乎都住着一只苍蝇怪。眼镜哥在潜艇上指挥他们快速撤退，然而除了巨型苍蝇，这里还有超大的海蛇。一名队员被他吃掉半条腿，悲惨下线，而刚才中毒的那位也浑身抽搐，呕吐不止。见状，队友只好忍痛开枪，帮他彻底解脱。与此同时，潜艇上也出了事。妮娜发现冷热空气交换的数据有异常，赶紧让维修工去管道室处理。万万没想到，带回来的一小节海草样本竟然疯长到了这里。维修工并不知道海草暗藏杀机，甚至伸手去触摸它，结果被毒液喷到了。等妮娜等人问询赶到时，维修工已经停止呼吸，浑身都被海草缠绕。意识到水源很可能已经污染，妮娜赶紧让队友关闭水源供给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不知情的厨师喝了一口水，整个人已经出现中毒迹象。避免传染，他们只能把厨师隔离到单独的房间中等死。威克这边，他和队员们在返程途中发现一个秘密基地，里面有一台满是灰尘的电脑，坐在前面的人已经死亡多时，信号就是从这里发出去的。威克找到2盘录像带，或许里面记载着什么。就在他们返回皮划艇时，意外再次发生，一名队员被水下的怪物紧紧抓住，威克想救却无能为力。很快，海水被队员的鲜血染红。这次冒险最后只有威克和另一名队员活下来，回到了潜艇上。尽管录像带有破损，但还是提供了很多关键信息。原来美国军方在海底溶洞秘密进行着一项基因实验，他们研发出一种 DNA 催速器。据妮娜所说，理论上这种机器不仅能将不同物种的 DNA 分解后再进行重组，还能减少物种 DNA 的进化时间。可军方没想到的是，基因重组后的新生物会渐渐失控，最终变成了怪物。如今 DNA 催速器还在溶洞中，如果置之不理，可能整个海底世界都会变成怪物的天下。正义感爆棚的船长决定亲自带队下海寻找催速器，并将它彻底摧毁。有了第一次惨痛的经验，这次大家都格外小心。很快，他们便来到研究基地的核心区域，一些圆形的透明罐成功引起他们的注意。仔细看，里面装着的竟是成型的人类胚胎，这些变体胎儿居然还活着，还能发出婴儿啼哭声。继续深入，他们终于找到催速器，里面正在制造一种新型变体。然而，没等大家炸毁机器，头顶上方再一次出现可怕的怪物，形状貌似一只巨大的海星。妮娜推测，其他变体体内都有它的基因。怪物发现人类的踪迹，开始躁动，伸出长长的脖子，一个队员就被它吃进肚子。威克等人连忙开枪，可怪物皮糙肉厚，根本杀不死。绝望之际，威克发现一旁的化学燃料，随即将铁桶打爆。随着砰的一声，基地里发生剧烈爆炸，怪物连同催速器全都化为灰烬。
潜艇上唯一留守在这里的眼镜哥得知基地发生爆炸，竟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。原来眼镜哥是军方秘密安插在潜艇上的卧底，担心基因实验的秘密泄露出去，军方曾派遣赛人1号下海毁灭催速器，可惜失败了，潜艇上的人也被怪物杀死。这次赛人2号的目的根本不是寻找1号的下落，而是彻底摧毁这个基地，让秘密永远深埋海底。眼镜哥谎称收到黑匣子的信号，目的就是让大家发现溶洞，摧毁机器。眼镜哥早就想好了脱身计划，先启动赛人2号自毁系统，然后再乘坐逃生舱离开。所有知道军方秘密的人全部葬身海底，没人会怀疑到眼镜哥头上。在旁人看来，这只不过又是一场不幸的意外。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眼镜哥万万没想到，凭借坚挺的主角光环，船长威克和妮娜不仅没有被炸死，还顺利返回了船舱。眼镜哥也不装了，掏枪威胁3人，将他们关在管道室。此时这里的水草更多了，还时不时吐出恶心的毒液，画面相当下饭。身处困境，威克并没有坐以待毙。作为潜艇的设计师，他对这里的构造再清楚不过。打开电箱，威克成功关闭能源系统，潜艇无法离开深海，眼镜哥就没有逃生的机会。为此，他不得不放出威克他们。眼镜哥刚开门，躲在暗处的船长朝他扑了过来，战况十分焦灼。最后关头，船长灵机一动，将眼镜哥和死去的维修工来了个贴脸杀。中毒的眼镜哥彻底绝望了，船长不顾哀求，将他锁在管道室中。随后威克和妮娜进入逃生舱，船长却突然将门反锁，示意2人赶紧离开。原来刚才在管道室中，船长的手不小心碰到了粘液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毒发身亡。故事最后只有威克和妮娜成功出逃，2人带着磁带返回陆地。届时美国军方的丑闻再也不是秘密。影片上映于1990年，年代久远的缘故，以至于现在看起来视觉效果并没有那么惊爆，但在当时的那个年代，各种变体怪物绝对让人眼前一亮。作为一部邪典怪物电影，还是值得一看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